世界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前段时间发表了2026年全球10大风险报告。这家风险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名字叫做伊恩·布兰默，同时他也是一名国际政治学者。他每年年初都会发布一份关于未来一年全球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事件报告，这对关心政治走向、关心市场趋势的人，乃至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参考以及了解的内容。那预测到底准不准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2025年年初发表的全球10大风险报告。第一，这临世界到来。这临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而且有能力推动全球议程并维护国际秩序，这种领导力不足导致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增加事故、误判和冲突的可能性。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下2025年出现了黄金暴涨的行情。第二，特朗普规则。第三，中美关系。第四，特朗普经济学。第五，俄罗斯仍是无赖。第六，伊朗形势岌岌可危。第七，世界经济混乱。第八，人工智能不受约束。第九，不受监管的地区继续扩大。第十，墨西哥对于美国的反抗。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内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都是真实的在上演，说明欧亚集团发表的风险报告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前段时间，伊恩·布兰默还在他自己的油管频道上回顾了2025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本期视频重点谈一下2026年全球的10大风险事件，从中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些风险因素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哪些隐患，从而如何影响我们自己钱包里的钱。这份报告一开头就先提到了2026年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年份，美国正在亲手瓦解自己曾经建立的全球秩序，而且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陷入一场政治革命的漩涡当中。这篇报告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话，估计要用1个多小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翻看一下全文。这个视频里，我只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分内容进行总结。首先，2026年10大风险报告的第一个风险就是美国的政治革命，主要表现在特朗普正在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武器化，系统的拆解他们对权力制衡的机制。出于害怕特朗普政府报复的担忧，很多的媒体和企业都选择沉默，民主的防线正在逐渐崩溃。这种趋势仍然在2026年会加速，成为不仅威胁美国国内，也会危及全球经济与安全的最大风险来源。美国这个国家从相对稳定的国家转变为动摇世界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从金融市场来看，2025年之后，标普500指数的表现比除美国以外的全球股票指数的表现要差了将近2倍，即使到现在，这两者的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的趋势。这说明全世界的投资人正在从单一的美国股市投资转向了全世界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进行投资。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今年的这种动向是否会持续下去。第二个风险是美国超强的竞争对手中国压住电子行业，而美国压住传统能源。看谁压得对，答案将在今年开始揭晓。中国在电动汽车、储能、电池等基础设施引领全球，并以更低的成本的基础设施方案向他国输出，而美国试图以尖端 AI 模型的智能优势应对挑战。但美国国内的电力短缺以及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正逐渐成为致命的弱点。例如，驱动无人机或者是机器人所必须的电池或者是马达，全世界80%的份额都是由中国的供应链所提供的，其中还包括稀土供应，更是达到了90%来自于中国。当然，稀土资源本身不缺，缺的是精炼稀土的技术和成本，这方面中国有巨大的优势。所以美国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但是驱动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的能量还不够充足。伊隆·马斯克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最终将会逐渐的商品化，因此
美中之争的胜负将取决于两国能否在国内实现驱动 AI 的肌肉，也就是能否高效地生产出电机、电池以及磁体。最近，伊隆马斯克在一次采访当中提到，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在 AI 计算能力，也就是驱动 AI 所需的计算资源的规模、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将可能领先全世界。中国拥有比任何国家更多的能源，也掌握着比任何国家更多的半导体。中国在 AI 竞争中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其扩大发电规模的能力。中国在电力生产量已达到美国的3倍以上，具备支持大规模高能耗 AI 数据中心运用的实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这个视频。第三个风险是唐罗主义，意思是特朗普政府不想再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打算对美国的后院，也就是美洲实施直接控制。特朗普政府打着重新诠释门罗主义的旗号，提出了所谓的唐罗主义，意在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他虽然成功地拘捕了马杜罗，但政权交接的过程混乱，存在着将犯罪组织逼向周边国家的风险。此外，美国的强硬态度可能促使部分国家为了对冲风险，转而向中国接近，从而在长期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我们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美元资产信用下降的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用美元衡量标普500指数的走势是在不断增长、不断变贵的过程，但是用黄金衡量标普500走势的话，就是一个不断下降、越来越便宜的过程。第四个风险是欧洲的四面楚歌，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因不受欢迎而被民粹势力所包围，传统的治理体系几乎陷入瘫痪。也就是说，欧洲的政治中心空心化已经酝酿了10几年。特朗普政府公开支持欧洲的右翼势力，意图利用欧洲的分裂局面，这种做法是在威胁欧洲的主权。由于欧洲领导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安全保证的真空，并对乌克兰的援助陷入停滞。从投资的角度来看，2025年之后，欧洲央行暂停降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上升，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欧元也未必是安全资产。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元还是要比美元更加的备受青睐。长期来看到底会怎么样，还要看政治方面的博弈结果。第五个风险是俄罗斯的第二战线，也就是欧洲最危险的战线将从顿涅斯克的战壕转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混合战争。从投资角度来看，如果欧洲与俄罗斯的对峙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话，欧洲的资产也会变得不安全，会有被大量抛售的风险。无论是美元还是欧元，法定货币出现危机的时候，黄金当然是最被看好的。第六个风险是具有美国特色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政府正在确立一种100年来最具经济干预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具有强烈的个人化和交易特征。具体说，就是政府会优待那些顺从政府或者是政权的企业，并对抗拒政府的企业施加成本。政府要求企业分享利润，并将关税作为工具加以运用。在这种体制之下，政治的忠诚度左右经济成果，法治原则将逐渐被侵蚀。美国正滑向一个由总统决定赢家与输家的体系，这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构成了极大的风险。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也是促成2025年美元指数下跌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七个风险就是中国经济的通缩陷阱。中国经济的通缩紧缩螺旋将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房价的下跌导致内需持续低迷，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和激烈的价格竞争。然而，习近平依然将政治高压和技术霸权置于刺激消费政策之上。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出口来化解房地产危机，结果大量的超低价的商品涌向海外市场，冲击各国的制造业，牺牲他国的利益，引发全球范围的反感。但如果发达国家拒绝中国制造大量廉价商品，又会推高其国内的通胀水平，这让各国政府感到非常的头疼。总体来看，
中国商品短期价格便宜，长期却仍然可能带来产业被压缩、贸易冲突加剧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各国政府大量的印的钞票没地方去，自然就会推高有发行上限所谓的风险资产的价格，也就是比特币、黄金这类资产。第8个风险来自于人工智能行业， AI 企业正面临着盈利的压力，开始采用威胁社会稳定的手段来缓解这种盈利的压力。在盈利进展缓慢的情况之下，他们通过高粘度性的广告和心理操控来加速对用户进行剥削，优先追逐短期利益，从而损害个人的自主性，并推高股市泡沫破裂的风险。在这种格局之下， AI 尚未真正创造足够的利润之前，就已经把沉重的代价转嫁给了整个社会。美国经济目前几乎只依赖于 AI 投资这一根支柱。2025年上半年 GDP 的增加很大一部分都与增加 AI 投资相关。股市估值也正在逼近泡沫阶段，一旦出现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是技术商品化导致泡沫破裂，美国可能因家庭资产缩水而陷入经济衰退，并引发全球需求下滑。特朗普已经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与 AI 热潮相绑定，在今年中期选举前若发生股市暴跌，很可能会对美联储施压，或者是推出救市措施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第9个风险来自于北美贸易协定的僵尸化。2026年北美贸易将陷入停滞状态，也就是说，美加墨协议既不会延长更新，也不会被废除，而是以僵尸协议的形式勉强维持，使企业和政府陷入不确定当中。同时，特朗普继续会与美国最大的2个贸易伙伴进行谈判。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关税会给股市带来不确定因素。第10个风险就是水资源问题。目前关于数据中心能源不足的讨论，基本都围绕着电力供应问题展开。其实数据中心缺乏的能源不仅有电力，还有水资源。现在建造数据中心所用的冷却水相当于700万人饮用水的量，到了2030年还要至少增加2倍的用水量。所以 AI 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电力资源和水资源，所以对于大量投资高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关股票的人来说，水资源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以上就是2026年面临的全球10大风险。当然，这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真实世界当中任何一种风险增大，就会造成金融市场的震荡，影响到你钱包里的钱。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观看。